好了，各位聽友大家好，我們開始今天的分享啊。我們先分享一位叫星空的老師的一個體會哈。他說：“李老師您好，聽您的課好幾年了，心法呢都很受益啊。我是西北的農民，書讀的不多，有感受也不能完全表達。聽了831課呢，你說丹田會呼吸，我有個小小的感受，對老師說說，不知對錯哈。说一次呢，我站着練功的時候啊，子时在練功，说推推拉拉的过程中啊，就感覺念頭停了，手胳膊也在那兒停下了。關於這個停啊，後面我們分享還在講這問題哈。說然後呢，呼吸也停了。說剛開始不一會兒啊，有點憋，就開始停的時候有點憋得慌，很快感覺丹田啊自動開合，從丹田好像升起一個細管子，連通到了肺。憋的感覺就沒了，傻傻的，不知不覺中沒有時間概念，就傻呆着。說恢復呼吸後開始，手也能繼續做動作了。聽到口令呢，已經是最後一節了，從前面開始中間停了，至少是幾分鐘甚至十幾分鐘的時間了。說只此一次，說也沒有告訴過任何人。這就是一種真實的，在鍛鍊的時候，當安靜到一定程度的時候，呼吸就發生變化了。所以今天分享這個題呢，就是說呼吸啊，不只是一條路。大家注意聽我說一下啊，我們今天講一講這個事情，因為我們在站的時候有這種認知之後，對我們的鍛鍊應該會非常有幫助的啊。因為我就說從出生開始這我們就學會了就一種方式的呼吸，就是通過鼻孔，就維繫着你身體肉身的這種生命活動這是事實，但注意它不是全部。我們要開拓我們的認知大家注意聽你如果說問100個人，說人怎麼呼吸，100個人都會說通過鼻子呀，在這個答案天經地義，以至於我們從來都沒有懷疑過，也沒有再去多想一想，說難道呼吸只有這一條路嗎？大家想是不是這樣？只有這一條路，只能通過鼻孔才能進行呼吸嗎？注意認知的牆往往是自己砌的。我就一個小题，你对这個認知就是只有這一條路，只能通過鼻孔呼吸，這個認知。注意當我們認定了鼻呼吸等於鼻孔換氣，那這個等式它就像一堵牆，就把其他的可能性擋在了外面。就像剛才這位星空同學一樣，他那一旦鼻孔这會兒停了，通過丹田再進行了一些變化。人們都可能會講說沒有鼻孔的呼吸人不能活了，當然是沒錯了當然，但活不等於只能是這樣。你想一想，胎兒在媽媽肚子裡，他就不靠鼻孔呼吸，他通過臍帶和母親進行着氣和能量的，或者是气体和能量的交換，对吧？那不是空氣那是生命的本源。他通過母親那兒得到了這些東西。那你說胎兒沒有呼吸嗎？他的呼吸更接近於那個息，休息那個息，不生不滅的內在的律動。那嬰兒出生以後一哭，鼻子開始工作了，肺開始工作了。但如果你仔細觀察熟睡的嬰兒，他的肚子那起伏綿長全身那種鬆柔，就他一呼吸就好像整個身體都參與呼吸一樣。你仔細觀察這嬰兒，看是不是這樣？那麼這個不是想你可以仔細的觀察就能觀察到。皮膚注意我們講皮膚是一個最大也是一個呼吸器官，皮膚也是會呼吸的，你的丹田也會。比方說大家有沒有這種體驗？比方说你夏天的時候你很熱的时候，你到樹蔭底下，一陣風吹過來，你感覺全身的毛孔好像都張開了一樣。我相信很多人有過這種感覺，好像全身毛孔都張開了一樣，就仿佛每個毛孔每個細胞都在吸氣。就我們的皮膚本身就有交換氣體和能量的功能。大家想什麼？是傳統養生稱之為體呼吸。而當你的心足夠安靜，身體足夠放鬆，你會真實的感受到吸氣的時候，不只是從鼻腔進氣，
全身的毛孔好像也在微微的張開，有那种呼吸的变化。呼气的时候，这個浊氣也不單純從鼻孔呼出，好像從身體往外散一樣。有時候你覺得心裡有火，一呼氣，從鼻孔出去，好像從身體往外散火一樣。我相信很多人有這種感受，就你身上也往外散東西，這是皮膚。那還有什麼？還有丹田，這更深一層了。不是說用丹田去吸這個空氣，而是說丹田那個部位啊，有一種自主的開合起伏，它就像一個無形的肺一樣。這開合起伏的變化，古人就稱之為胎息。這個不是玄學，是無數的實修者親證過的狀態。那此時的交換早已不局限於氧氣和二氧化碳了，它是一種更精微的能量。傳統文化把它叫做氣吧，氣或混元气叫氣。那你也可以說是宇宙的能量，一種正气。那科學呢，尚没有完全解釋清楚它，但體驗不會因為沒法測量它就消失。說科學沒法驗證，你就不能體驗了，不是這樣，你可以體驗到的。所以你看啊，除了鼻孔的呼吸，還有身體呼吸，還有這個胎息。所以我們對這個要有認知哦，呼吸不單純是鼻孔的，還有皮膚的，還有丹田的。你這個認知這個牆打開了之後，生命的可能性可能就多了。如果你堅信呼吸只能通過鼻孔，那你就永遠不会去嘗試感受皮膚的呼吸、丹田的呼吸。那你的身體也會配合你的認知，關閉那些可能性。因為你有這個認知，你認知限制了什麼，就限制你的生命了。平常說認知決定體驗，不就是這樣嗎？你認為不可能，你就真的做不到，因為你也不去做去。而當你願意拓寬這個認知，輕輕的對自己說，或許呼吸還有別的方式，那一刻一扇新的門怎麼樣，它就打開了。你就不會再單獨就這個門，我只能打開這個門。這塊還有個暗門，這塊可能還有推也還是個門，就這種感覺。就你的可能性啊，它變得不一樣了。我說清楚意思沒有？開了，就你就不再被所謂正確的那個教條捆綁。大家都習以為常，認為這是這樣的，你不會被它捆綁了。就你開始允許身體去探索，去記憶那些被遺忘的那個本能，回憶起小的時候還能這樣，在媽媽肚子裡還有那種呼吸。這不是說你新開發出來的一種呼吸，你本來就有，只是我們出生以後沒人再提這個事兒，你就認為只能通過鼻孔呼吸，就把那可能性給蓋住了，這種感覺。而我們講的讓呼吸，那就不一樣了。讓不只是鬆開控制，而且還包括什麼？還包括鬆開定義。定義一個事情，定義它就不變了嘛，它就是這樣的了嘛。呼吸就是通過鼻孔，這個定就这樣，把這個也鬆開，不一定它就是這樣，不一定它只能是這樣。我說清楚，讓嘛，鬆開控制，也鬆開定義。比方說鬆開對呼吸的定義，不要讓鼻孔呼吸的認知成為你唯一的路。就試着在安靜中感受全身的參與，就每一次吸氣，能量充滿全身，通過皮膚充滿全身。每一次呼氣，浊氣從每個毛孔又散出去。慢慢你會發現，呼吸不再是局部的、機械的，而是整體的、活生生的。那才是呼吸本來的樣子。它不只是維繫生命的手段，
更是生命和天地能量交换的一个途徑。一吸气一呼气，在和天地进行能量的交换。当你打开了这种認知的時候，你就打開了另一個天空啊！我說清楚意思沒有？讓呼吸早已超越了技術層面，它已經形成一種理念，或者是一種哲學的理念，一種認知的一種那個層面。讓呼吸就是在幫助大家突破什麼呢？思維的圍牆，回到生命更原初的狀態，讓出控制，讓出那個定義。真的希望每一位聽到這些話的朋友都能夠放下只能這樣的固執，有的時候不一定只能這樣，把只能讓出去，讓開它，勇敢的去體驗，去發現。對任何事情都是這樣，但是呼吸更是這樣。原來呼吸可以如此廣闊，生命可以如此自由。其實不是鼻孔限制了我們的呼吸，是我們的認知限制了生命的無限可能。所以今天這個小小的分享，我覺得非常有意義的，就是我們大家要破除、讓開那個所謂的定義，一切都是什麼？都是有可能的。你不要認為它就得是這樣的習以為常的、眾所周知的。有時候習以為常、眾所周知的，有時候可能是沒人真正知道。習以為常的也不一定它就是完全正確的。鬆開對這個事情的定義，但對人也是一樣，這個人就是個壞蛋，這個人就怎麼樣，你也要鬆開這種定義。任何事情我覺得它都是有可能性的，有很多可能性。所以你認知中首先有這樣一種認知，你不要認定了他就是這樣了，那個誰誰是怎麼樣，這個事情就我說清楚意思沒有就給自己也給世界無限的可能性。所以最後我講是認知，不是說呼吸限制了你的什麼，鼻孔限制了呼吸，而是我們的認知限制了生命的無限可能。那現在跟大家講呼吸不單單鼻孔，還有皮膚，還有丹田，當然還有沒有別的？還有別的，比方說講皮膚上面穴位，你有的人往那一站樁或者一打坐，哇，整個穴位忽閃忽閃那種變化，但每個人不一樣，大家不用去追求它。那我們待會兒在練的時候還是這樣，你往那一待，放鬆。我們現在已經頭腦中這個認知已經拓寬了，呼吸不單控制鼻孔，允許還有皮膚，還有丹田。你這個路打通了之後，可能身體自然的它就會往這個方向去變化了，就給自己更多的可能性，好吧？我們還得繼續開始鍛鍊啊。好，安靜。腳分開，然後8次。兩臂慢慢上抬，身體微
下蹲。放鬆全身，那個脖子一鬆開，整個精氣神一下子縮回了身體裡面。其他的部位全停住了，唯有呼吸，心息相依。你不要去控制呼吸，你一控制呼吸，那個我就出来了。把我讓開，那個覺知啊，是跟呼吸一起，所謂心息相依。以呼吸為主，讓呼吸自然進行。我們的心裡已經有了那個認知，呼吸不單純是通過鼻孔，還可以通過全身，還有丹田，知道了就好。剩下的就是頭腦恍恍惚惚，那個溫柔的覺知，跟隨着呼吸。
全神貫注，沒有一絲一毫的神氣向外散。
會上面，身體慢慢直接，脚慢慢合拢，手緩緩下落，重疊在肚臍上，安靜。两手分開，安靜，敞開心胸，張開懷抱，向外奉獻，向上拉起。你真能感覺到，好像身體在向外彌散，在和大自然進行能量的溝通與齊平。漸變安靜，頭頂上方，停留一個呼吸中，慢慢下落。從額頭、面部、指胸、
富，小富，富貴嬰兒。兩手扶於足面，向上提，向上提，向上提，轉掌，頸椎的後側，向上導引，是命門點按，手向前，到肚臍，點按，兩手重疊在肚臍上，靜養，靜坐靜養，一坐一動不動，心息相依，呼吸有多種可能。
靜。有人在锻鍊的时候啊，比方說一吸气一呼气，故意引導着身體的開合，這也可以，也能感受得很清楚的这種呼吸變化。但是最好呢，就是不用意識導引，你只是安靜放鬆，只是讓呼吸自己進行，在這種自然狀態下呈現出的那個體呼吸才最好。就不是說你的意識導引出來的，而是它自然呈現的。沒有了我的參與，這個不必追求，你只是安靜放鬆就可以了。身體啊，它自己知道怎麼去調節。體會到了，你也不要很得意；體會不到也不要懊悔，一切都是正常的，平常心對待。有就有，沒有就沒有。那一切啊，都是你安靜放鬆之後的那個副產品。大家根據自己的情況啊，根據自己的情況安排休息的時間。集體就鍛鍊到這兒，謝謝大家。